南港我們來了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小武路線哦，要帶大家去剛整修好的環山步道以及光明寺哦。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，走嘍！你知道南港也有媲美貓空的山景嗎？我們介紹了好幾條小型路線，但是好像還沒介紹過南港地區的呢。今天我們搭小武這條路線，深入南港舊莊的山區裡面。環山步道現在已經整修完成了哦，往上爬只需要10到20分鐘就可以看見台北101。在茶葉示範製造廠，在這裡品茶，讓你流連忘返。最後進入桂花吊橋步道，聽着潺潺的水流聲，非常療癒呢。今天的行程我們馬上開始，歡迎大家先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哦。小武是台北市小型公車初期就規劃的路線，1979年4月12日開線，當時是為了接駁南港大豐里的山區居民下山到南港市區。初期的起點在南港區公所，為什麼會在區公所呢？那個時候還沒有捷運，所有的小型路線一開始規劃的初期，幾乎是接駁到各區的區公所周邊。所以在我的小時候，很常看到小武跟小12的 Rosa 中巴會在南港區公所旁邊找位置停靠，發車時間到的時候再出來載客。台北市公車處民營化前，釋放各區的路線。小武從2002年開始交由東南客運來營運，並且延伸到捷運昆陽站，還增開了大坑區間車，並且用全新的大車來行駛。之後，部分的班次再調整到茶葉示範製造廠折返。2014年3月15日，從這天開始，小武就分為全程車、區間車2種模式來營運。南港路在1970、1980年代沿線幾乎是工業區，但是說起南港路上的企業，你會想到哪一個呢？對我而言，我想到的可能是南港輪胎。讓我提一點點南港輪胎的故事吧。其實這間公司最早成立於日本時代，由日本人成立台灣橡膠株式會社，總部在西門町，另外在南港設立工廠。當時的工廠員工高達上千名，這可以想象得到規模到底有多大了吧？不過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企業，歷經多次轉手。直到1959年2月25日，南港橡膠廠正式公司化，定名為南港輪胎。南港輪胎目前是台灣最悠久的輪胎製造商。不過，南港輪胎現在實際上也不在南港，現在的企業總部在仁愛路3段，而原本的南港廠在停產之後就拆除，原址現在改建為豪宅世界明珠。研究院路以前叫做舊莊街，當時的道路非常的狹小，而且沒有一條筆直的道路能夠通往南港鎮上。後來因為中研院在台副院設立在南港，因此南港鎮公所決定將這條道路拓寬，再改名為研究院路。中研院來台副院在南港的初期，要來到這裡只能搭火車到南港下車，之後再用台車接駁過去。如果不想搭台車的話，那就只能走路了。直到1961年，公路局才開台北到中研院的路線，這算是研究院路上的第一條公車。也隨着都市發展，研究院路越來越熱鬧，才漸漸有了其他路線。中央研究院其實在1928年6月9日的時候就宣告成立，當時創辦的位置在南京雞鳴寺南側。歷經到國共內戰之後，國民政府來台，朱家驊院長多方奔走遊說，在南港現在的位置營建院區。
許多人在問南港舊莊的這個地名跟新北市的新莊有關係嗎？哦不，其實一點關聯都沒有哦。早期這裡有許多山豬出沒，而這裡剛好又位於山谷下，稱呼為山豬窟。而閩南語的窟跟舊的發音非常的像，所以被稱為舊莊。舊莊就位在南港區的東南方，離新北市的汐止只有1線之隔。新北市跟台北市的交界線，剛好就是沿着舊莊街2段的路線區分。過了舊莊2站之後，就進入山區路段，我們準備要前往世外桃源嘍。我們抵達終點光明寺了，這裡就是小武的終點。其實光明禪寺位在石碇鹿窟巷的山區上，這裡非常的幽靜。這間佛寺在1913年的日本時代成立，最初的名稱是朝音部教所，在地人俗稱鹿窟蔡廟，供奉釋迦牟尼佛。在鹿窟事件過後，鹿窟蔡廟才改名為光明禪寺。進來到佛寺裡面有一座小池塘，原本阿漢想要繞進去回廊走一圈，不過發現已經被封死了，只能稍微帶大家看一下佛寺內的景色。來，各位，你看到前方的這個站牌哦，就是光明里哦。那這裡剛好是汐止、石碇、南港3個不同區域的交界處哦。那這裡呢，除了小武之外，還有車可以回我家汐止這邊哦，那就是 F903。那我們現在就沿着這條路繼續走下去，往前走到茶葉示範製造廠。剛剛有跟大家提到，這裡是汐止、石碇、南港3個區域的交界，俗稱三不管地帶。往下走就是鹿窟事件紀念公園。鹿窟事件的背後是一段悲慘的故事。1952年，政府接獲鹿窟武裝基地的情報，全面封鎖石碇山區周圍，並且執行搜捕。公園內的石碑上面記錄了村民被刑求逼供的模樣。由於當時的政府直接把村民抓到鹿窟蔡廟審問、拷問，最終有35個人被槍斃，200多個人被判刑。刚剛聊完鹿窟事件沉重的話題，接下來我們聊一點輕鬆的吧。我從光明寺走下來到茶葉示範製造廠，先帶大家去環山步道，就從旁邊這裡走進去。環山步道就位在茶葉示範製造廠的後方，剛整修完成，非常好走，算是非常簡單的步道，全程只有短短的510公尺而已。大約10到20分鐘就能抵達上面的涼亭以及瞭望台，天氣非常的好。如果能見度夠高的話，還可以看到台北101哦。來，各位，我們剛剛呢是從另外一頭上來的哦，那等一下我們就往這邊這個方向下去，到茶葉示範製造廠那邊哦。
那還會帶大家走這個桂花步道哦。在瞭望台這裡，旁邊的原始山徑可以通往本基湖山。不過阿翰並沒有要走這麼遠，我沿着步道往回走，先去茶葉示範製造廠吧。往下走大約10分鐘左右，就抵達了茶葉示範製造廠。相信很多人還不知道，南港舊莊其實也有包種茶哦。這裡才是包種茶的發源地。1885年，當時有一位福建的茶師到南港的山區推廣包種茶，並且輔導在地人種植。包種茶漸漸在這裡擴散出去到各地。在日本時代，除了茶葉之外，也盛產桂花以及煤礦。現在在舊莊街2段的周邊，還有好幾座茶園哦。南港包種茶在最興盛的時候，栽種面積曾高達300多公頃。後來因為附近的居民住民大量外流，現在只剩下15公頃左右。政府在1982年設置成立觀光茶園，現在茶區種植的茶樹品種以清新烏龍茶為主。在座位區裡面都能聞到濃濃的茶香味，可以悠閒的品茶。如果你想了解南港種茶的文化，這裡都會舉辦手作課程，可以體驗當地人製茶的過程哦。另外，在茶葉示範製造廠旁邊還有留下製茶的機器可以欣賞，在這裡喝茶是免費的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逛完了这個茶葉示範製造廠之後呢，我們要往下走哦，帶大家去看桂花吊橋哦。那桂花呢是中秋左右才會開的花哦，那現在是看不到的哦，比較可惜，但沒有關係哦。你們如果說想要看桂花的話，你們可以等中秋再來，這也是沒問題的哦。我們離開茶葉示範製造廠之後，緊接着去行程最後一個地方——桂花吊橋步道。往下走大約15分鐘就可以到。步道的整路都很平緩，最舒服的是還能聽見潺潺的水流聲，非常的療癒哦。今天我們介紹了小五的路線，我從光明寺下來到鹿窟事件紀念公園，進入茶葉示範製造廠，了解南港包種茶的歷史跟製茶文化，帶大家行走環山步道，欣賞101以及桂花吊橋步道，聽着潺潺的水流聲，相信大家還意猶未盡吧。下次我們要介紹什麼路線呢？現在正在進入桐花的季節，大家就敬請期待嘍。好啦，今天的小五的行程之旅呢，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啦，希望各位還會滿意哦。那喜歡我們的頻道，歡迎按讚、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。我是阿翰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